圣花殿殿主立于苍穹之下，危机降临。叶灵副盟主的金色巨掌横扫八荒，威压四方。吃吃！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虚空之上突现异象，一道恐怖的热浪从远处虚空上弥漫而开，一道巨大的火龙也在这瞬间下现身，出现在了圣花殿殿主的身前。巨大的火龙腾空而起，龙鳞闪烁着耀眼的火光，与金色巨掌在虚空中激烈碰撞。吼！龙吟声震天动地，金戈铁马，铿锵有力。火龙张开血盆大口，喷吐烈焰，与金色巨掌的力量抗衡，竟未落下风。这股力量竟也蕴含着玄妙大道之法。叶灵副盟主眉宇间流露出一丝惊疑，身后两位副盟主的脸色也凝重起来。四周的空间在这两股力量的冲撞下，仿佛纸张折叠，扭曲变形，其中的纹理清晰可见。空间的扭曲愈发剧烈，仿佛下一刻就要裂开一个巨大的口子，吞噬一切。热浪中，火龙扭曲着身躯，灵动异常，仿佛在火海中舞动，挑战着那道金色巨掌的权威。这股力量不仅玄妙，还如此的霸道。叶灵副盟主眼眸紧缩，心中暗自揣测，这火龙究竟是什么神迹？两股力量的对撞，如同两座山峰的碰撞，无声处却有着惊雷般的炸响。火焰与金光交织成一幅幅壮丽的图画，将夜空染成了一片奇异的色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火龙猛然发出一声震天长啸，龙身一转，化作一条炽热的火河，仅仅在一瞬间就将金色巨掌吞噬而尽。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再次震惊的叶灵副盟主以及身后的那两位副盟主的内心。什么？居然击破了叶灵的大道攻击！那两位副盟主也知道了事情有些不妙，立马警惕地环顾四周。然而在他们这一看之下，便是发现不知何时出现了两道身影，在圣花殿殿主的身前，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在看清楚了那两道身影的面貌之后，现场的那三位神奇联盟的副盟主立马异口同声地惊呼道：“是你们！”萧炎他们并没有回答对方，而是转头看向身后带着伤势的圣花殿殿主，关心道：“圣花殿主前辈，你没事吧？”“没事，没想到最后是你们救了我。”看到来者是萧炎和沐尘二人，圣花殿殿主也是松了一口气，原本还以为自己今日就要交代在这里了。虽然圣花殿殿主嘴上说着没事，但身为九品药神的萧炎自然能够在一眼就可以看中对方的伤势已经极为的严重，如果不及时疗伤，恐怕会留下后遗症，甚至影响到日后修炼完整大道之法。圣花殿主前辈，这里有一枚神之7品的疗伤神丹，你先行服下，这里的事情就给我来处理。萧炎将那枚神丹递给了圣花殿殿主之后，再次转身看向了不远处的神奇联盟三位副盟主。萧炎，云云现在也是凶多吉少，他现在正被神奇联盟其余的副盟主给围攻，处境不容乐观。服下神丹之后，圣花殿殿主催动半道神力，开始分解神丹的丹效，并且将云云的现在处境也告知了萧炎。毕竟对方可是足足有6位大道主神实力的副盟主，即便云云现在已经领悟了花仙之道，也不可能会是6位大道主神联手下脱险。云云被其他副盟主围剿，真是该死。萧炎一听云云如今的处境，一股恐怖的气息从他的体内暴涌而出。如果云云受伤了，你们整个神奇联盟都必须陪葬。萧炎面对神奇联盟的3位副盟主，他的眼神如利剑一般锋利，透露出冰冷的杀意。大道之法在他周身缭绕，形成一股无形的气场，压迫着周围的空间。他的声音回荡在虚空之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气。而且萧炎早就与神奇联盟不共戴天，如果得知云云受到伤害，那么他真的不建议直接铲除神奇联盟，不管对方的底蕴多么庞大，他都不惧。虽然副盟主级别的存在，如今萧炎不会放在眼里，而能够让萧炎引起重视的，只有那位金地天盟主。哈哈哈，想要铲除我们神奇联盟，真是好大口气。当年的蝼蚁罢了，虽然如今也已经成为大道主神，但也不会以为你可以从我们3个同为大道主神的联手下有过胜算吧。叶灵副盟主的嘲笑声在萧炎耳边响起，却无法撼动他分毫。他身姿挺拔，双手背负，脸上挂着一抹轻蔑的笑容，仿佛对萧炎的威胁不屑一顾。旋即叶灵副盟主率先催动他那刚突破不久的大道神力，如同觉醒的巨龙咆哮而出，将四周的空气都激荡起了波纹，形成一股无形的压迫。然而萧炎面对这股力量的爆发，却是神色不变，霸气凛然的气息更甚，仿佛无坚不摧，并且在自身的大道神力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高大威猛，仿佛一位不屈的颜值战神。叶灵副盟主的大道神力化为一道光束，直冲云霄，与萧炎身上的霸气气息相抗衡。两股力量在空中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周围的花草植被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瞬间被吞噬，花草飞溅，大地动荡。神奇联盟的副盟主还是如此高看自己，真当我还是之前的我吗？萧炎站在虚空之中，
他身上的玄妙大道之法如同蛰伏的火龙，准备蓄势待发。随着他的意志一动，体内的火焰瞬间迸发而出，凝聚出一张弓，而他的大道神力则幻化成一支箭，锋芒毕露。唰，弓弦震动，箭矢凌空而出，火焰之箭如同穿越黑暗的流星，携带着摧毁一切的威势，直奔叶灵副盟主而去。而周围的空气因为强烈的高温而扭曲，仿佛一切都在燃烧。它的高温足以令人窒息，那是炼狱般的炙热，仿佛能将世间一切不洁之物焚烧殆尽。箭矢刺破空气，发出尖啸声，宛如恶鬼的嘶吼，让人骨子里生出一股无法抵御的恐惧。叶灵副盟主感受到这股炙热的力量，脸色骤变，他急忙催动自身的大道神力，试图抵挡萧炎的强大攻击。轰隆，两股力量在虚空中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如同天地初开时的巨响。叶灵副盟主全力以赴，大道之法在他周围形成一道道光幕，试图抵挡这无与伦比的攻击。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抵抗不过是螳臂挡车，他的防御在萧炎的力量面前显得如此脆弱。火焰之剑毫不留情地洞穿了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光幕，逼近叶灵副盟主。什么？破了我的最强防御？这怎么可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灵副盟主的身影微微后退了几步，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他知道自己陷入了危机之中。萧炎的火焰之剑带着恐怖的毁灭之意，似乎要将他的一切希望和抵抗都焚烧殆尽。砰砰，火焰之剑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最终直接落在了叶灵副盟主的道体之上，在瞬间穿破了他的道体。瞬间，熊熊烈火将他包围，火光映照着他那充满绝望与哀求的双眼。啊！他的惨叫声中充满了无尽的痛苦，那惨烈无比的声音在这空旷的虚空中回荡。叶灵副盟主在火焰中挣扎，他的道体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牵引，不自主地晃动着，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异常缓慢。他的道体在极度的高温下开始发出焦糊的味道，那是生命在燃烧的前奏。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嘶声呐喊：“救我！”一招。圣花店店主仿佛觉得自己出现了幻觉一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这是真的。要知道对方可是货真价实的大道主神者，即便萧炎的实力比对方要强大，可也不可能会做到瞬间将其秒杀。难道说萧炎的实力？圣花店店主看向萧炎的目光中带着震惊与不可思议。没想到眼前的这位年纪也就100岁而已，居然可以达到如今这等连他都看不透的高度。身后不远处的两位副盟主目睹了这一幕，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不可置信。居然一招就穿透了大道主神的道体。要知道叶副盟主可是威震一方的主神大能者，虽然只是大道初期，今日却在萧炎的面前竟连一招都撑不住，想必对方的实力已经在大道之境的领域中走得更高更远了。现在叶副盟主的处境十分的危险，我们一起出手吧。见萧炎的实力如此恐怖，他们决定还是联手攻击，不然以萧炎那恐怖的实力，恐怕他们也会在一招之下败下阵来。现在他们不是想着对抗萧炎，而是将叶灵副盟主从对方的手中救出来。火焰之中，叶灵副盟主的身影时隐时现，他在火海中挣扎，他的皮肤开始出现焦痕，衣物渐渐被火焰吞噬，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炼狱中煎熬。他心中的恐惧与痛苦交织在一起，化作一声又一声的呼救。两位副盟主面色凝重，他们深知叶副盟主若在无援手，必将身陷险境。两位副盟主对视一眼，齐齐跃起，体内大道之法如同觉醒的强大力量瞬间暴涌而出，玄妙的大道力量在他们周身汇聚，形成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压。这股气势足以震慑四方，但在萧炎那平淡的目光中却显得不堪一击，因为现在的萧炎实力比他们更加强大很多。两位副盟主的手掌缓缓升起，宛若掌控天地的主宰，玄妙大道在他的指尖跳动，弥漫在整个空间之中。他们轻喝一声，两道巨大的手掌虚影瞬间成型，如同穿越虚空的神迹，直冲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之中。轰轰，两道玄妙的巨大手掌与火焰碰撞一起，如同烈日与冰川的交锋。轰隆一声巨响，恐怖的能量波如同狂澜巨浪向四周席卷开来，烟尘弥漫，光影错乱，战场上的气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然而很快，那两位副盟主的眼神在刹那间凝结，他们感受到的恐惧如同寒冰刺骨，又似烈火焚心。他们的大道神力在玄妙强大，往日里可破万物的神力正在以全力击溃萧炎的火焰。